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星河百度。有一些小伙伴留言说自己在网上看了很多科普视频，收藏了很多干货帖子，也没少听书听课。当时感觉一看就会，几分钟就长了姿势，但是过后又好像什么都没学到，一用就废。我一想，这不就是我吗？我以前有个习惯，看到一些知识类内容，喜欢先粗略的看一遍，然后点一下收藏，白嫖成功。你们可不要学我啊！这样我就自以为学到了。别人恰好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心想可以装一下，但是话到嘴边怎么都解释不清楚，结果他也懵，我也懵，还得翻收藏夹。你自己看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也知道收藏夹如果不是特殊原因，基本都在吃灰，偶尔看一下都会有这种感觉。我去，我竟然收藏了这个，上次写稿怎么没用上啊？所以你看，这能叫学会吗？充其量只是看过而已。同款的小伙伴默默弹幕1。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个问题，网上看到的知识为什么不能代表学到？如何才能正儿八经的学到知识，并且学以致用，知行合一？很多人把上网也当成获取知识的一种途径，这可能也是看书的越来越少，上网的越来越多的原因。2013年的时候，成年人平均每天读书的时间是14.7分钟，上网的时间则超过半个小时。在网上获取知识跟在书本中获取知识有很大的不同，咱们来看看差别在哪。第一点是内容形式，如果同样是讲人类进化史，一个是网页文章，一个是视频，还有一本书，十有八九大家都会选视频，对吧？毕竟视频更生动形象，如果再加上一些网络热梗，时不时让人忍俊不禁就更好了。但就是这该死的代入感，让人失去了主动思考的过程。看的时候大概率是一边笑一边赞同牛叉 YYDS。 有个实验要求受试者阅读一份关于马里的资料，一组看纯文本，一组是声像资料，然后开始测试。前一组10道题答对了 7.04 道，后一组只答对了 5.98 道。网页文章跟书籍都是文字，这样看上去好像没问题，其实不然。2019年的一篇系统性综述发现，无论是内容理解还是记忆效果，纸质阅读都要优于电子阅读。当材料内容越复杂时，纸质阅读的优势越大。第二点是内容深度，网上也有一些干货，但观众喜不喜欢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尼古拉斯卡尔在《浅薄》这本书中提到，网络内容终归受限于互联网技术。对于谷歌等搜索引擎来说，他在乎的并不是内容有没有价值，而是有多少点击量，能带来多少广告收入。一篇干货咱们可能要看1个小时，也就1个点击，但是有噱头的、短小的、新鲜的内容，可以让用户快来快走，然后点下一个，它的价值就远远超过前面的长篇大论。另外，人们动动手指就能搜到结果，获取信息的成本很低，心理上也会倾向于短小轻快的内容。这样一来，假如你是内容创作者，你肯定知道该创作什么类型的内容了，对吧？第三点是浏览习惯。之前咱们提到过，人们的时间和注意力都被网络切割的稀碎，所以对比较长的文章或者视频会有压力感。这个视频半个小时，如果被打断了怎么办？索性不看了。即便10分钟以内的短视频，很多人也是能倍速就倍速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有些小伙伴正在倍速看这个视频。网页文章不能倍速，但很多人阅读模式是个 F 型轨迹，先看一下前几行，然后往下拉，扫几眼中间的内容，再拉到最后关掉网页。这种快节奏的浏览习惯会让我们变得没有耐心。什么实验案例，什么数据分析，你告诉我答案就行了。另外，网页一般都会有超链接，还时不时弹出广告、邮件、聊天信息。我们在看书的时候，调用的是大脑负责语言、记忆力和视觉处理的区域，而决定要不要点这些网页提醒，调用的是脑前额叶区域。这是2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。最后一点是信息茧房，很多时候我们在网上浏览的目的性并不是很强，就是瞎逛，碰到感兴趣的点开看一下。但是互联网背后的开发人员可不会让你瞎逛，他们会通过你的个人信息、兴趣爱好、浏览习惯匹配你喜欢看的内容。这种个性化算法让每个人接收的信息都不太一样，比如张三喜欢吃喜欢玩，互联网就会给他推美食、旅游和小姐姐跳舞之类的视频。相反，他讨厌看书，互联网也会贴心的屏蔽这些内容。久而久之，张三就像被关在一个舒适的房间里，思想变得狭隘，认知也会有偏见，失去了解和接受不同事物的意愿和机会。这就是信息茧房的现象。也就是说，网上的知识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学习方式上，都不能说是真正的学习。万万没想到，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这本书提到，知识是有等级的，娱乐八卦、时效性强的新闻、网友的看法，这些原本就不值得印在书上，所以网上看看刚好。快速浏览也不是什么坏事，相反，以不同的速度看不同等级的内容是最有用的阅读技巧。所以即便在网上学知识，也要有很强的目的性和自主性，只看有价值的，不被无关信息干扰，除非纯粹是为了消遣娱乐。下面咱们聊第2个问题，怎么学才算有效学习？其实网络上的知识10有8九都来自于书本，所以学习还是要回归书本，好好看书比什么都强。你想了解心理学，就去看《心理学与生活》、社会性动物；想理财入门，就去看《富爸爸穷爸爸》、《漫步华尔街》之类的。当然前提是目的性要很强，你知道自己想学哪些知识。这里有个方法，如何阅读一本书中提到了读书的4个层次，从低到高依次是基础阅读、检视阅读、分析阅读和主题阅读。学习的话就要用到主题阅读，就是你对某个领域感兴趣，就把与这个领域相关的书找出来，然后在每本书中检索你想了解的主题，把与主题相关的内容挑出来，建立一个框架性概念。这样的话，你是同时发散阅读多本书籍，
不仅可以全面的解答你的问题，不同的观点也会让你有更深刻的认识。这个过程不是便利书来获取知识，而是通过问题来检索书，连接相同的局部，不仅高效，而且看得很深。咱们可以想一下，其实上学的时候就是这样，碰到一个数学题，你会把课本、参考书都拿出来，看看上面不同的解题思路，以便更深刻的理解。因此，学习的第一步就是有目的性的看书，即便网络上有类似的内容，效果还是不如书来的好。因为看书的时候，我们会频繁的前后翻阅，来解答阅读过程中产生的问题，从而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脉络。第二步是把知识变成长期记忆。咱们的大脑有数不清的神经元，就像一座座房子，这些房子通过错综复杂的路彼此相连，形成了跟城市一样的神经回路。我们学一个新东西就盖了一座房子，这个时候如果不修路，跟其他房子没有往来，就很容易荒废，这是短期记忆。如果路修好了，形成了新的回路，就很难忘掉了，这是长期记忆。所以想要记得住，就得先修路。有个反复检索的方法，说白了就是多次复习，但真的好用，因为只有反复刺激，才能让负责记忆的海马体产生 LTP 现象，就是神经元之间的联系被长期激活了。复习需要注意2点，首先通过考试和测验的方式复习是最佳的，不仅可以查漏补缺，让你把精力放到薄弱环节，而且考试就是解决问题，这个时候你的大脑会把知识转换成处理问题的能力，达到输出和应用的效果。其次是复习频率，考试脑科学通过实验得出，学习后的第2天复习第1次，然后过1周复习第2次，再过2周第3次，最后1个月后第4次，这样的频率能达到高效复习的目的。第3步是让知识形成体系。我们在网上浏览知识，就像是把砖块机械地搬到脑子里，这是看到听到，而真正的学到是以个性化的结构长在脑子里，就是用这些砖块盖成不同结构的房子。同样的砖块，张三可能盖成普通的平房，李四盖成了别墅，这就是知识体系的差距。形成知识体系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笔记，不管是读书笔记还是思维导图，都会把抽象的概念变成清晰的具象化的结构，而且还能帮助我们把新知识与自己已有的知识联系起来。钱钟书做笔记用的时间比看书的时间还多，而且只保留读书笔记，书都送人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看1遍书比别人看3、4遍效果都好。所以如果你哪些知识薄弱，就去借学霸的读书笔记看看。好的读书笔记应该有这4个特点：1. 能清晰表达重点章节的逻辑脉络； 2. 要记下书中所有的亮点； 3. 要有大量自己的想法和心得； 4. 能发现与之前看过的书或者文章的联系。最后一步是寻找应用场景。人的大脑是输出依赖型，也就是输出学习比输入学习的效果更好。学霸给别人讲题也是自己学习的过程，所以一有机会就应用学到的知识。比如学理财，我就知道负债型支出能省则省，然后合理规划资产型支出，以便带来更多的资产。不用在乎钱多少，钱少了试错成本就低，而且结合自身情况做出的理财方案是书里学不到的。其他类型的知识也是一样，即便可能没有很好的应用场景，也可以刻意的创造机会。比如了解了心理学的人格类型和心理障碍，咱不能见谁就给谁分析，对吧？但可以分析自己。压力大了就想一下对情绪的影响，焦虑了就想一下对健康的影响，或者多跟别人沟通，谁会拒绝善意的开导呢？更何况还这么有用。你像我给大家分享这些内容，写稿子、录音、做视频，脑子里就输出了3次，所以也是一种应用场景和学习方式。最后还想说一点，学习真的起不来，没有谁能通过网上几篇文章或者几段视频就成为某个领域的大神，也没有什么捷径能让咱们短时间就消化几10年的学术成果。某些所谓的科普大 V， 经济学、热力学、工程学，各种跨学科好像什么都懂，然后揉成几10段视频，只要100多块钱，无非是迎合观众的心理需求。学习归根结底还是严肃的，别人喂到嘴边的往往没有价值，有价值的都需要自己寻找，然后慢慢咀嚼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关注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。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